如果按13来算，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。这些故事藏着一个规律：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顺境中的高歌猛进，而是逆境中的绝地反击。他人冷笑我折腾，我自埋头造远征。10年引兵终破浪，一朝怒火铸神兵。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清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怪事儿？每当中国做出一些轰动世界的大动作，总有一群人跳出来嘲讽，说我们瞎折腾，浪费钱，是冤大头。可几年后这群人要么闭嘴，要么改口。这究竟是中国太幸运，还是世界太短视？今天我来带大家拆解一个现实中的未解之谜：中国的实力究竟强到了什么程度？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国家1年之内完成了月球背面采样返回，洲际导弹试射精度突破100米，展出6代机，规划3倍于3峡的超级水电站，还让美国国务卿公开承认无法单独战胜，你会觉得这样一个国家处于一个什么水平？你可能会说这是科幻电影里超级大国，但我要告诉你这不是虚构的，这些事儿都是中国在2024年以来实实在在干成的。更惊人的是这只是冰山一角。今天我们就用最直白的方式聊聊中国的发展逻辑。为什么这个国家总能把不可能变成习以为常？为什么被全世界都在惊叹的成就，对中国而言只是常规操作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井，我是大张。如果你还停留在人均 GDP 排名第69位这种旧认知，那你可能完全不了解2024年中国做了哪些事儿，是足以震撼世界、打脸西方精英圈的程度。我们不是吹牛因为牛都忙着拉货去了。所以今天这期我们从2个层面来讲清楚中国做了什么，世界为什么怕，以及他们怕的背后是我们多少年含泪播种、顶着痛骂耕耘的结果。第一，先来看2024年那些让世界安静的瞬间。6月2号，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1935克月壤，这个数字背后是什么概念？美国阿波罗计划最远只到月球正面，而月球背面呢，因为潮汐的锁定始终背对着地球，探测难度是正面的10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一向技术封锁的美国这次主动喊话，希望共享月壤。要知道上世纪美国可是连月球岩石样本都只给了中国1克。就在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时，2名美国宇航员因航天器故障被困在了太空，全球能提供救援能力的国家屈指可数，而中国空间站早已具备在紧急对接的技术储备。这一对比让国际媒体不得不承认，太空研究的话语权正在向东方转移。再看7月中国055驱逐舰编队出现在美国阿拉斯加附近。按惯例美国对家门口的外国军舰向来强硬，比如俄罗斯舰艇靠近的时候，美军会派战机直接抵近监视。而这次美国海岸警卫队公开表态，中国海军的存在符合国际规则。这种态度转变本质上是对中国远洋海军实力的认可。055型驱逐舰的吨位、火力、隐身性能早已超越美军现役主力舰，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宣言。再看9月的东风 31A 机试射更具威慑力， 1.2 万公里的射程，误差不到100米。要知道俄罗斯白杨 M 导弹误差在300米左右，美国民兵3近年来试射多次失败，自家大门口被炸了以后，美国五角大楼的评价耐人寻味。中国提前告知了我们，这是好事儿。潜台词呢？中国的战略威慑已经足够透明，也足够可信。到了12月珠海航展上，歼35隐身战机、翼龙10无人机搭载 AI 系统的战斗机器狗集体亮相，直接让全球军备市场重新定价。有欧洲军火商坦言，中国的无人作战系统性价比太高，我们的订单量掉了40%。而几天后紧接着亮相的6代机更是让美国国防部在新年假期召开紧急会议。要知道美国自己的6代机还停留在 PPT 阶段。这些事儿如果单独看可能只是技术突破，
但连起来看就会发现，中国的实力提升不是单点爆发，而是全领域突破，从太空到海洋，从常规武器到战略威慑，中国正在构建一套全维度的实力体系，这正是传统大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布局。短短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对于别的国家来说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？比如说，那这些事儿如果是别的国家做的，世界又会是怎样的反应？换一个名字来读一下。2024年，印度发射6代战机，登陆月球背面，洲际导弹打了1.2万公里零误差，还带回了月壤，秀了一波无人机分群，顺便宣布喜马拉雅要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。你想象一下 BBC、CNN 会怎么播？新世界领袖，超级新星，科技民族之光。但如果是中国，他们只会酸呀。希望中国保持透明，这是否具有军事意义？各种酸言相向，因为他们怕自己几十年来精心营造的叙事框架给崩了。看完这些成就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中国在这么多领域同时突破？答案藏在一个被忽视的能力里，制定并执行长期规划的韧性。全球范围内能把几十年规划落地的国家寥寥无几。印度的高铁梦喊了10年，建成的半高铁还在频频撞牛。美国的基建法案讨论了5年，拨款还没到位。而中国呢，从5年计划到100年目標，总能把蓝图变成实景。50年代全民扫盲就是个经典案例，当时中国文盲率80%，有人说填饱肚子比认识字更重要，但国家硬是组织了200万扫盲教师，走村串巷教农民写字儿。30年后，这批能看懂图纸、能算公分的农民成了珠三角工厂里第一批产业工人，支撑起世界工厂的崛起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哪是扫盲，这是为工业化埋下的人口素质的种子呀。60年代造核弹更能说明问题，当时全国粮食亩产不足200斤，有人骂饿肚子搞武器是疯了吧？但领导人的逻辑是，今天饿肚子是为了明天不饿肚子。罗布泊的一声巨响后，中国成了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。正是这颗定心丸，让我们在冷战格局中获得了不被欺负的底气，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。再看基建领域，1993年，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不到500公里，规划5纵7横时，质疑声铺天盖地。咱们连汽车都没几辆，这路修给驴走？但政府偏偏咬牙坚持，从东部沿海到西部戈壁，硬是砸出了16万公里的高速。现在这些高速像血管一样把全国连成整体。云南的鲜花24小时抵京，贵州的大数据中心通过光纤连接全球，偏远山沟的农产品能当天发往全国。这种基建先行的逻辑本质上用硬件连通激活经济流动，最终让高速里程变成 GDP 增量。对比菲律宾更能看出差距了。1993年中非人均 GDP 都是300美元，菲律宾搞选票政治，政客给贫民窟发大米换支持，看似民生优先吧。中国呢，则把钱砸进了荒山野岭修基建。30年后，菲律宾人均3500美元，还在依赖农产品的出口。中国呢，人均 GDP 1.2万美元，高铁、5G、新能源汽车都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这9000美元的差距，正是短期讨好与长期造血分野。再来看，为什么中国总是在被骂的时候干最牛的事儿？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，而是在骂声里开花。每一次突破的背后都曾有过被质疑的阶段。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总能把骂声当成动力，把危机变成转机。1990年代是中国军工最困难的时期，苏联解体后，西方集体断供，很多军工企业全都靠卖雪糕、自行车零件求生，甚至连最近研发出6代机沈飞的董事长曾经都卖过面条。但就是这样，科研人员在锅炉房里画图纸，偷偷攒出了歼20的早期方案，当时叫 G20。20年后，当歼20列装时，美国空军参谋长承认，我们的 F-22优势已经不复存在。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，王伟烈士牺牲以后，网上骂声一片，海军怎么就这么弱呢？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正是这次痛彻心扉的事件，倒逼出中国海军的井喷式发展。
从辽宁舰到山东舰，从老古董驱逐舰到055大驱，20年时间，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变成远洋存战。连美国海军学院都在教材里写道，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人类海军史的记录。2018年中美贸易战，中芯被卡脖子的时候，全网都在骂中国芯片就是渣渣，国家呢一声不吭，砸下了5000亿搞自主研发。5年以后，长江存储的存储颗粒逼得三星降价30%，中芯国际14纳米的工艺良率达到95%，接近台积电的水平。荷兰 ASML 总裁急了，中国能不能给我们留口饭吃？这背后是中国把卡脖子清单变成公关清单的执行力。这些故事藏着一个规律，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顺境中的高歌猛进，而是逆境中的绝地反击。这就像老中医开药，药汤喝着苦，但药效到了才能根治技术落后的顽疾。再看第4，被低估的实力逻辑，不只看 GDP， 要看能造什么。许多人还在用 GDP 看实力，结果呢被统计误导。人均 GDP 中国排69，不如冰岛、卡塔尔。那请问他们生产航母、6代机、5G 网络吗？ GDP 不是万能标尺，购买力换算后 IMF 认为中美汇率实际应该是13:1，而不是17:1。如果按13来算，中国早已是世界第1大经济。但比这更吓人的是，中国的工业产能占全球35%，预计2035年升至45%。也就是说，全世界的车、船、飞机、铁轨、机器人、钢铁、芯片、封装线，大概率全要在中国开张。这种制造能力才是硬实力的核心。美国 GDP 虽高，但制造业占比不到11%，连口罩、防护服都要依赖进口。印度软件也发达，但连步枪子弹都要靠进口30%。而中国呢，小到芯片、长江存储，大到核电站、华龙1号，从空间站到航空母舰，全产业链覆盖能力全球独一份。就拿墨脱超级水电站来说，规划发电量是三峡的3倍。很多人质疑在雨林里修大坝太折腾，但很少有人算过这笔账。建成之后，每年可减少3亿吨碳排放，相当于全球减排目标的1.5%。3亿人的用电问题解决以后，能支撑东部沿海新增5000家高新技术企业。这种生态效益加经济效益的双重价值，根本无法用短期 GDP 来衡量。再看一带一路曾经被骂撒钱冤大头，但当非洲自贸区用中国铁轨连成统一市场以后，义乌小商品对非出口增速从12%涨到35%。当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通航，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航程缩短了5000公里，每年节省运费200亿美元。这种用基础设施换市场，用市场反哺民生的逻辑，正是中国实力输出的高明之处。总结下来就是，中国最擅长的是默默的逆袭。别人炒概念，中国买基建；别人放狠话，中国闷头搞科研；别人骂我们冤大头，我们笑着清库存。中国的政策就像老中医开汤药，喝的时候苦得要命，可病好以后你才知道那碗汤价值千金。所以说闭嘴吧，搞不好哪天历史的耳光就会扇在你的脸上。要知道，我们的国家最擅长的就是专治各种不服。